怎么了，牡丹？割到手了？我看看。没事，过一会儿就好了。你刻的这是祥云吗？好精细啊！还需要再雕琢一下。等刻好了以后，可以将这祥云印在节里的香包上，图一个好寓意。从前都不知道你还会刻章。是母亲教我的。牡丹，如今方圆被你经营的姹紫嫣红，何夫人在天之灵有所感念，一定会为你感到骄傲的。若无法手刃仇人，我何以担当得起母亲的期望？蒋长阳今日来方圆寻你，六郎说你心情不佳，不想见客，便将他撵走了。我本来以为，长久的相处，我已经足够了解他。我知道他对吴伯的情谊，可我没有想到，在大是大非面前，他竟然会袒护一个杀人凶手。我想不通。此事我也有些意外，只怕蒋长阳就是个护短之人。先前他一直待我们很好，日子久了，我们却忘了，他是花鸟使，是恶名在外的贪官佞臣。我是忘了，他最善做戏。过去的就让他过去。吴伯亦是可怜之人。牡丹，放下吧。这些年，吴伯清苦度日，他一直在赎罪。小夫人，吴伯，不必多言。不光蒋长阳，为何吴伯见我时可以那般的平静？仿佛早就预料到我会去找他。还有母亲，她为何从来没有跟我提及过此事？中毒和染疾的症状差别很大，问诊时必须如实告诉医师，才能对症下药。当年寻医问诊时，姨娘总是把我支开。不行，我一定要查明真相。牡丹，你让我查的我都查清楚了。吴伯从洛阳回到长安后，一直守在孤幽病房，平日里接触的只有那些孩童，现在身边也没有别的亲友。这是方中所有孩子的姓名，还有大概年纪。有几个我只知道他们的乳名，还需要向周围久居的村民问上一问。你查这些孩子做什么？我想知道这些孩子中有没有从洛阳来的。阿康，阿康，这平日阿康天天来这儿玩，怎么今日不见了？哎，站住！是不是阿康啊？你站住！打到哪儿了？疼不疼？无碍无碍。放开我！过来！放开我！果然是阿康。放开我！背后偷袭，算什么英雄好汉？放开！别动！给我站着！还给我！不给！还给我！阿康，我问你，平时你最乖巧懂礼，你为何今日要打我呀？还打那么重，亏得牡丹平常常给你们送衣衫和吃食，狼心狗肺。你是坏人！不要走！不要你的东西了！松手！松手！你为何这么说啊？你要害吴伯，我都看见了，你就是个大恶人。
你怎知恶的不是吴伯？吴伯是顶好的善人，是我的救命恩人。慢点，慢点，慢点。你有肺痨热，慢点说话。喝点水，来。哎，你干什么？我不要尿这，要不是吴伯，我在发大水的那年就已经死了。你要害他，你就是我的仇人。阿康，我问你，你说的可是4年前洛阳那场暴雨洪灾？你真的是洛阳人？我是，那时好多人都染了毒株，全村的人没几个活下来的。爷娘和姐姐都没能撑住，只有我。那时吴伯的家人都已经过世了，他侥幸得到了药，但已经为时已晚。偶然他遇到我，就把药都给我吃了，我才能捡回一条命。当年那场瘟疫，竟死了这么多人。阿康，我问你，吴伯当时是从哪里寻的药？吴伯说，是从一个商户的宅子里寻到的。商户可姓何？吴伯没说，但肯定不是。你为何这般笃定？当年毒株，并不是无药可医，只是那药材昂贵，需要一味稀罕的牡丹皮。都说城中最大的和氏药铺有这种牡丹皮，可是那药铺的店主却趁机哄抬药价，把丹皮全部都卖给了名门贵户。你是不是记错了呀？我没记错，我记得很清楚。当时爷娘带着我，还有全村的人，在药铺外跪了好几日，却被告知丹皮都用完了。可我分明看着他们捧着药包上了马车，药包好看极了。我问你，那药包上印着什么图案？是云，是红色的云。我也盼着爷娘能得到一包云彩，可知道他们跪死在药铺门口，也没人理会。村里的人也一个接一个倒下，后山的空地都已经埋不下了，死了太多人，太多了。吴伯说，种牡丹的人见死不救，他手中的丹皮便与毒药无异，不是天灾害死了大家，和氏药铺才是杀人的恶鬼，是我们的仇人。别胡说，小宝儿怎么没胡说。别说了。阿康，当年吴伯救了你们之后，你们为何来了长安？是阿兄带我们来的。是讲长阳？吴伯喂我吃了药，夜里我迷迷糊糊的醒来，竟看到他上了吊。吴伯，是阿兄及时赶到，才救下了他。阿伯，那晚吴伯哭了很久，阿兄也劝了很久。阿兄告诉我，以后我便是吴伯的孩子，只有院子里的兄弟姊妹平平安安，吴伯才能好好的活下去。此花的根皮能清热凉血、散诸痛，配以知母、黄柏、生地入药，可解肺脏潮热，正是此疫最需要的药材。咱们种的冰晶牡丹，万里难寻，
最是名贵。在这灾祸之时，一株便价值千金。我从小在母亲身边长大，母亲的为人我最清楚不过。她绝对不是如此狠心之人。这其中会不会有什么误会？我母亲懂药理，若是被人下毒，她定会有所察觉。可她直到咽气都没有提及此事，为何姨娘会知晓呢？我要回趟洛阳。来了。怎么，我还不能进这个家了？牡丹，你这是何意啊？那我们的交易不是在长安已经谈妥了吗？你想反悔啊？我来洛阳是找我父亲的，与你无关，让开。可你既与何家脱离了干系，就应该安分守己，别再来找家主了啊，行吗？牡丹，真的是你啊？怎么回家也不提前来个信？就是，快进来！陈年旧事，怎么如今忽然提起啊？当年你们只是跟我说，母亲是突然病倒，却无人告诉我，那是中毒所致。牡丹怎么会这么想呢？你母亲并非……父亲不必再隐瞒了，我已经知道了，那是吴红所为。你怎么？前几日你说回家探亲，实则你去了长安和牡丹见面了。你是在怪我吗？你也不看看何家，现在都快让人搬空了。那牡丹既是何家女，帮衬家里又怎么了吗？谁让你自作主张？牡丹，为父不知道那是你的钱帛，2年之内，我一定悉数还给你。还什么还？为什么要还？你闭嘴！牡丹她作为何家女，赡养父母是天经地义的，何况她现在腰缠万贯，你是没看到，她这个店主那当的是风生水起的，就这么点子小钱，岂会看在眼里？你住嘴！我。父亲，我今日前来，并非是来要钱的。若非姨娘告知，恐怕我也无法查到当年之事。你查到了多少？很多。当年洛阳疫病肆虐，母亲种植的冰晶牡丹可以救人命。父亲，你们当时是不是将丹皮卖给了高官权贵？我来的路上一直在想，我从小到大敬仰爱戴的父母，怎么会是那种贪得无厌、见死不救之人？不，你不能这么说你母亲。这件事，她并不知情。什么意思？将丹皮高价出售的人是我。你母亲并不知晓那批药材的去处，是我告诉她，我把药材发放给了染病的百姓。为什么？就为了趁着天灾赚更多的钱帛？当时疫病凶猛，高官权贵人人自危，是他们逼着我把全部的药材都卖给了他们。可当年水灾后，百姓们饮水饮食受了污染，这才引发疫病。而贵人们整日待在府中，吃食用物金贵洁净，怎会轻易染病？那些个贵人哪管这些？外出采买的下人，但凡有1-2个染了病，他
他们被吓得惶恐不已，恨不得翟州备上几百副药才能安心。明明身子无恙，却囤着药材不用，也不肯救人命。父亲当初竟然会答应这门生意。为父只是一介商户，惹恼了权贵，他们便会查封我们所有的店铺，到时候你和你母亲也会受到牵连。武当啊，我不敢冒这个险。所以当时您就瞒着我们。你母亲生性慈软，只爱侍弄花草，已尚处年少，这种事告诉你们也只是徒增烦恼啊！我不能让你们母女跟着我受罪，我于心不忍。那母亲后来知晓了。是吴红告诉他的。灾祸平息后，曾有人扮作菜农混进家中，你母亲同情他，给了他些吃食和钱帛。这个人便是吴红。怎会如此？若是按时服药，不出几日就该好转。这名贵的药，只有高门大户能吃得起。我等这样的贱民，怎配销售？何氏药铺的丹皮，都是无偿分发，有何高贵低贱之分？无偿，夫人，你对此药的价格，当真是一无所知吗？难道我的丹皮被高价卖给了患病百姓？若能高价买到也罢，你那些药根本不会卖给寻常百姓，而是送进了高官权贵的府中。怎会如此？这救命的药一包难求，正是个发财的好机会。看来，那何店主也没有告诉你实情了。外面早已尸横遍野。若是半月之前，何家药铺前确实跪满了人，从早到晚不停地磕头，只求一包药。可如今，那些求药的人早已下了黄泉，在那些冤魂当中，就有我的一家老小。这半月来，我在贵人们的府外晃了个遍，却始终无人理睬。今日若是何店主在家，恐怕也会把我赶走。因缘际会，偏偏让我遇到了你。我在茶里下了毒，夫人，报官吧，要杀要剐，听凭处置。命运弄人呢，我本想为我的家人报仇，可谁知你作为这药的源头，却对此事毫不知情。你不必找人请我，我是不会跑的。如今我已孑然一身，也无意苟活于世了。这是最后一点冰晶牡丹的根皮，不知此刻还有没有人需要它？夫人，你这是何意？你走吧。你不报官吗？
原来当初那场大火并非意外，而是母亲亲手。你母亲叮嘱我瞒着你，但我知道，总有一天你会察觉的。父亲，想与您商量一件事情。我打算寻找当年患病离世者的遗孤亲眷，若需救济，则竭力帮扶，亦会列出逝者名册，为他们好生建冢立碑。让为父来做吧。当年你并不知情，为父愧对你。您当初也是为了我跟母亲免受祸灾，您无需向我道歉。何况我也是何家人，我有责任去弥补当年的受难者。我想母亲也会希望我这样做的。牡丹，为父知晓你聪颖能干，可你身为女子，不应该忧虑这些。世间本多苦楚，女子难以承受啊！你只身闯荡长安，受了很多的罪。幸好嫁入蒋家，找了个好夫君啊。那蒋长阳虽然名声不假，可毕竟是高门贵户啊，能保证你不受苦、不被欺。你现在要向前看，要好好的操持家事，服侍夫君，延绵子嗣，谋求荣宠，这样才能换得长久的安乐。父亲，我与您在谈弥补，您却同我讲，内宅争宠方能安乐。你是一介女子，这才是你的归宿。父亲，你可知当初我逃离刘宅，深夜归家，为何没有进家门，却转而直奔了长安？因为当时刘家来抓人的时候，我就在不远处。我听到了你们的谈话，您亲口说道，女子唯一的归宿便是婚嫁，若是找到我，定会把我送回刘家。在您的心中，我嫁入刘家便是天大的荣耀，而离开了夫君，便是折辱了自己。我当时不知道刘家是要害你的命啊！牡丹，现在的你和往日不同了。有何不同？你如今是蒋长安的妾室了。当年是为父看走了眼，如今我听说那蒋军很是宠你啊，那蒋府又没有正妻，你应该好好努力，不要再重蹈那刘家的覆辙了。父亲，您可知，您疼我护我，却又轻视着我。您可知，当初我逃离刘家，不惜假死隐姓埋名，我努力经商，为的就是不再过这种囿于宅院、仰人鼻息的日子。牡丹，你想的太简单了，你根本不知这经商养家是有多难。何况你是一名女子，要知道，你现在能这样行事说话，那全是因为蒋长阳在后面帮你撑着腰呢。父亲真的是这么认为的吗？在您的眼中，女子只能依靠男子，起码他可以让你轻松一点，没错吧？在父亲眼中，
也许母亲只是一个只会侍花弄草的女子，可她在我的心中是最有骨气、最厉害的女子。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，她也顾念灾民，用丹皮制作药包。在最痛苦的时候，她烧掉了自己最爱的牡丹花丛，不与权贵沦为一丘之貉。是母亲教会了我，在这个世道，女子也可以有别的活法。而父亲，我明白，当初您为了这个家，不得已放下尊严，与权贵交易。我更能理解，您为了传承香火，无愧祖宗，只能选择马儿，把女儿放在后面。可是时至今日，您都未曾真正的了解过母亲和我到底是怎样的女子。女儿心中所向，父亲无法懂得，所以父亲要求女儿做的，女儿也无法做到。牡丹，你怎就如此任性呢？为父都是为了你好啊。如何以女子之身立命于世，我心中早有定论，无需再谈了。天色不早了，我还是先回吧，以免姨娘她会不开心。不是说了多待几日吗？不了，长安还有很多事情要做。父亲，您年事已高，药铺的事情不必太过于担忧。我已经着人带着钱帛赶来，2日之内便会赶到。这些钱帛应当可以助何氏东山再起。从此以后，父亲可以安心的与满儿还有姨娘好好的生活在洛阳。父亲的养育之恩，女儿铭记在心。至于女儿的事情，女儿会自己处理好，还望父亲放心。牡丹，要不吃了饭再回啊？阿姨，马儿想吃糊饼。哦，好，阿爷给你做。不了，父亲，您多保重。郎君，小夫人回来了。这么快？我还以为他会在洛阳多停留几天。大夫说，小夫人一回方圆就送走了宾客，提前关了门，整个人都魂不守舍的。他都知道了。我也盼着爷娘
能得到一包云彩，可知道他们跪死在药铺门口，也没人理会。村里的人也一个接一个倒下，后山的空地都已经埋不下了，死了太多人，太多了。巫婆说，中牡丹的人见死不救，他手中的丹皮便与毒药无异。不是天灾害死了大家，可是药铺才是杀人的恶鬼，是我们的仇人。牡丹，你是何时知道的？你去寻吴伯之前，我才刚从他口中得知此事。4年前水患，他未曾见过你，并不知道你是洛阳河店主的女儿。此前与你结交，皆是出自对你的欣赏，但他确实害了你的母亲，你恨他也是应该的。还疼吗？我知道，你阻我杀吴伯，都是为了我。你怕我知道4年前残忍的真相，更怕我日后查出水患之事，会因之前一时冲动而后悔莫及。对不起。你我之间不必说这3个字。可是这3个字，母亲跟4年前死去的那些人再也听不到了。父亲作为药商，若是不屈从于权贵，便无法保护我跟母亲。我作为受益之人，我也无言苛责于他。可那些因为患病而离世的百姓又做错了什么？我一心想查明真相，为母亲报仇，可到头来却发现无人可恨，无仇可报。我一直觉得自己做这些是可以给他人送去美好跟芬芳的，殊不知还有那么多人，别说是赏花了，连活着都艰难。天地不仁，世道苍凉。我突然间不知道要如何做好一个商人了。哪怕做到花商之首，这一切有什么意义呢？牡丹，你从商以来，从未赚过不义之财，从未做过亏心之事。
你重开方圆，让那些无人可依、无家可归的女子有了依靠。你做这些怎么会没有意义呢？我将自己困于这方寸之间，看不到世间的真容。经商之道究竟为何？我想不明白了。我想不明白了。没有了吧？本月的账目都清了，所有货钱皆已结清，只剩下最后一单待送。大富、小春，你们到时候同我一起。我总结了众人的擅长之事，还有做工的履历。汤大娘，我走以后，请您代替我，将大家妥善安排好，确保每个人在分铺都有合适的位置。之后转到铺子里做工。若是大家还想住在方圆，亦没问题。姐姐，你这是……送完这最后一单，方圆暂且关停。花满柱和青书斋的合同契，还有贵方凭帖，全在里面。孙大娘，以后交给您保管了。日后这铺子由你们经营管理，我也放心。花满珠和方圆都已名满京城，你付出的心血和成就，全都不要了吗？是啊，牡丹，你真的想清楚了吗？经此一事，我反思了很多，曾经的执念跟宏愿，皆成茫然。若是强行继续，也无甚意义。我需要将自己的思绪理清楚，想明白，这从商真正的意义何在。郎君，魏时已到，稍后还有要事。走。是。